鬼王说道：“我们呢，今天特别向您敬献一件赭黄袍，小的们以后就不要叫我大王了，要叫我齐天大圣，知道吗？”玉帝听说之后非常惊讶，众将领立刻去消灭他吧。太白金星颤巍巍地说：“他要当个齐天大圣，找个屋给他关起来做他的齐天大圣去呗。”玉帝说：“还是你说的对，那就照你说的做。孙悟空，今天就封你做个齐天大圣，朕派你去管理蟠桃园。”悟空说：“太好了，终于有职业了。”有一天，他很想尝一颗，摘了几个熟透的大桃子，吃了个饱啊。好像有人上树摘桃子，谁竟敢偷我的桃子？大圣，是我们呐，我们是王母娘娘派来摘桃子的，给这个蟠桃盛会用的。大圣一听，王母娘娘开蟠桃 party， 有请我吗？一个筋斗云，呲溜一下就到了蟠桃盛会的院子里，把那好吃好喝的都猛吃啊，都吃喝的差不多了，先溜人吧。结果走到了兜率天宫，这是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呀。直奔炼丹房。哎呀，这个炼丹炉旁边上还放着5个大葫芦，老君又不在，我先尝几颗再说。把5个葫芦都给吃光了，坏了，我可闯了大祸了，我还是回老家花果山吧。呲溜一下就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西游记第6集，疯狂的悟空。且说孙悟空来到蟠桃会上，尽情地享用美食、美酒和珍宝，吃得很饱，喝得烂醉，把这个殿堂上砸得也稀巴烂。众仙官也前去给玉帝汇报，玉帝大怒，派天兵天将去擒拿孙悟空。这时呢，观世音菩萨也来赴蟠桃大会，看到这个凄惨的场面，就直接转向凌霄宝殿朝见玉皇大帝去了。玉帝就把孙悟空偷东西闹事的经过告诉了菩萨。观音菩萨思考一下，就合掌说：“陛下请放心，我给您推荐一位神将，他一定可以擒拿住这只疯猴子。”是谁呢？就是您的外甥二郎神，他曾经降服过很多妖魔鬼怪，他一定可以胜任的。玉帝闻言就立刻下旨调动二郎神前去捉拿孙悟空。二郎神领着众兵将来到花果山水帘洞，看见门口前还挂着齐天大圣的大布旗子。二郎神看见孙悟空就说：“你这泼猴，还敢自称什么齐天大圣？”悟空答：“你又是哪位，竟敢如此大胆？”二郎神说：“我就是玉帝的外甥二郎神，今天我一定捉住你。”悟空说：“哦，你就是当年玉帝的妹妹思凡来到人间，她和姓杨的结婚生下的那个人就是你呀。小子，你不用动手了，你太幼稚了，你是小辈儿，快滚回去，去唤4大天王来给我比试比试。”二郎神一听，勃然大怒：“泼猴，休得无礼，看我怎么砍死你！”二郎神真有2下子，悟空和他斗了300多回合，还分不出胜负。这时二郎神摇身一变，变成万丈之高，手里拿着2把大刀，青脸獠牙，火焰的头发，恶狠狠直朝悟空头上就砍下去。悟空也使出神通，变得和二郎神一样巨大，手里举着金箍棒，2个人就你来我往打了起来。其他小猴子们一看了，哎呀，天哪，这么高大，
这么邪恶，这么威猛啊，吓得惊慌失措。逃的逃，跑的跑啊，吓坏了。悟空一看，他的小猴们都吓得惊慌的乱窜的逃跑，自己也觉得心里有点发毛，也想逃跑。二郎神早就看出来了，说：悟空，休想逃跑，你还是早点投降，我饶你的性命。悟空用他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的72变，摇身一变，立刻变作一个小麻雀，嗖就飞到了树上。没想到二郎神也会变呐，唰一抖，变成一只苍鹰啊，直扑那只鸟。悟空又变成一只鸬鹚，二郎神变作一只大海鹤，直扑孙悟空。悟空迅速变成一条鱼，二郎神变成一只大鱼鹰。悟空变成一条水蛇，直往草丛里钻。二郎神变成一只红顶鹤，直接用大长嘴来吃它。悟空啊，被这个二郎神啊追得气喘吁吁啊，直发毛。这是托塔天王、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也前来助阵。天王用照妖镜去找到孙悟空，观音菩萨将净瓶中的杨柳枝直抛下去，打到孙悟空的头上，孙悟空即刻跌倒在地上。太上老君挽起袖子，从左背上取下金刚镯，一下扔过去，将孙悟空死死地套住，终于把孙悟空给捉住了，直接带上天庭。孙悟空被众天兵押去了斩妖台，但是无论用刀砍、火烧、雷劈，对孙悟空都毫发无伤。玉帝说：那可怎么办呢？太上老君说：那只猴子吃了太多蟠桃，又饮了许多的御酒，又偷吃了我全部的仙丹，所以他就有金刚之躯啊，用普通的方法根本伤不到他。我看这样好了，不如把它交给我啊，我呢就把它放到我的八卦炼丹炉之中，把它给炼了把我的丹也从他肚子中提取出来，他的身体也自然变成了灰烬呐。你说这不是好事吗？玉帝闻言说：好吧，那就交给你吧，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将悟空带入东帅宫，推入八卦炉中，开始炼丹。悟空也很聪明，一进去立刻就辨别方位，找到八卦方位之中的巽宫的位置，蹲在那里。巽就代表着风，那里头没有火，可只有风，只是在烧火的时候啊，火中夹带的烟雾就是有点熏得慌。最后呢，孙悟空的双眼呢被熏得红红的，但是最后也熏成了火眼金睛。等熏完了之后啊，用袖子一擦那眼睛把这些灰尘擦掉之后，两眼锃亮，专看妖怪。经过749天，炉火终于熄灭了。太上老君准备打开炼丹炉来取他的宝丹。悟空在里面呢，听到有炉盖打开的声音，看见了一道光，他就立刻迅速的纵身一跳，跳出炉外，呼哧一声，一脚就踹倒了八卦炉，拔腿就跑。架好的童子们也被他给推倒了。太上老君前去抓他，也被他摔倒了。悟空又从耳中掏出金箍棒，一顿乱砸，不管好歹，见杀打杀。众神仙都慌作一团呐。悟空一路的打到凌霄宝殿之外。玉帝一看大事不好，众将难以抵挡他，立刻传旨西方雷音寺去请如来佛祖前来降服悟空。如来佛祖迅速即刻带着阿难和迦叶两位尊者迅速来到凌霄宝殿之前，看见众神将正与悟空拼斗缠打。佛祖传法旨道：众天兵天将别打了，叫那位大圣过来，我想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法力，有什么本事？悟空见到佛祖，还是怒气冲冲，高声叫道：“你是哪位善人呢？敢来问我？”佛祖笑道：“我是西方世界的佛祖，你又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还如此的狂躁？”悟空说：“我就是齐天大圣，我的本领可大了，我的本事可多了，连玉皇大帝都怕我呀！我觉得谁本事大，谁就该做凌霄宝殿。”佛祖闻听，冷冷笑道：“你这个小猴精，竟有如此的邪念，你还想夺取玉皇大帝的龙位？我告诉你，玉皇大帝可不简单呐，他从小就修炼，苦苦经历了1750劫呀，每一劫就有129600年。你算算，他修了多少年，他能如此享受这样的无极大道？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初为人身的畜生，怎敢说如此大话，夸如此海口？你这个混小子，还是趁早皈依我，不要再胡说八道，惹是生非了，否则你性命难保。”悟空道：“我本事高着呢，我有72变，会驾筋斗云，还能长生不老，我凭什么就不能做玉皇大帝呢？”佛祖说：“行，那我们来打个赌好吧？你若有本事，你就一个跟头跳出我的右手掌，就算你赢了，就不用再打了，我就把玉帝接到西方去住，你就做凌霄宝殿吧。如果你跳不出我的手心，你就乖乖的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再说吧。”悟空暗自欢喜，心想：嗨，我这一个跟头出去就108000里，佛祖你一个手掌能有多大呢？不就是1尺来大吗？我怎么能跳不出去呢？这次我准赢了，我要做玉皇大帝了。悟空对佛祖说：“好啊，你可不要反悔哦。”佛祖说：“那我们一定要信守承诺的。”佛祖伸开右手，像荷叶一样大小，其实也不大。悟空跳上佛祖的手心，大喊一声：“我去也！”就一个跟头就出去了。在落地之前，看到远方有5根大柱子，还冒着一股青烟，想到这可能就是天涯海角啊！我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了。这次如果我回去的话，我就可以安住凌霄宝殿当玉皇大帝了。后来想想说，那不行，我得留个记号，要不然佛祖不承认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呢，就拔了一根猴毛一吹，变出一支毛笔，就在中间这根大柱子上就写了“齐天大圣到此一游”8个大字。想着还没完干脆我再撒泡猴尿在旁边一个小柱子上撒了泡尿，又翻一个跟头回来了，回到佛祖那儿，就骄傲地说道：“我已经到了天的尽头，现在回来了，怎么样？你赶快叫玉皇大帝把凌霄宝殿的宝座让给我吧。”佛祖骂道：“你这个泼猴，我告诉你，你不曾离开我的手心呐！”悟空低头一看，原来佛祖右手中指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上头一闻还股猴的尿骚味儿。这正是我干的吗？悟空大吃一惊，我绝对不相信，我不信，我还得再去一趟。正当悟空跳起来再想飞出去的时候，佛祖手掌一翻，啪一下，5个手指立刻变成了金木水火土5座大山，连起来就是5行连山，啪一下轻轻的把悟空压在大山之下。这时玉皇大帝和众神灵
都出来感恩佛祖保佑，终于得到了天下太平了啊！这猴子太厉害了，太折腾人了。这时有个巡视官来报，说佛祖，这个齐天大圣把头伸出来了。佛祖从袖子里抽出一张帖子，上头写着6个金字，叫 Om Mani Padme Hum， 递给了阿难，叫他呢贴到那山顶之上。等这个咒语贴到了山顶上之后，这个山呢就相连的没边没缝，和大地紧连的，谁都拔不开它，就像生了根一般。悟空头再也伸不出来了，只有乖乖的被压在五行山下。佛祖又大发慈悲，招一尊土地神和5个守护神来守住五行山，交代土地神说，悟空饿的时候就给他吃铁丸子，如果渴的时候就给他喝融化的铜汁儿，等他这个寿刑期满之后，自会有人来救他的，你们放心吧。悟空就在这五行山下一压就是整整500年。为什么佛祖不直接和孙悟空讲道理，让他明白自己的错误在哪里，而是将他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呢？你看玉皇大帝呀，还有太白金星该用的这种柔和的和平的优待的这个方法都用尽了，是吧？你闹事儿，我给你关做；你再闹事儿，我给你封齐天大圣。可是你呢，管用吗？所以对他好他不听尤其是第2次招安的时候太白金星说，这个玉皇大帝封你做齐天大圣。当时悟空怎么想的？怎么样？玉皇大帝怕我了吧？他把对他的友爱、宽容、照顾和慈悲，就当作大家都怕他。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是不自量力。就是悟空的傲慢心我觉得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能力很强72变，一般的神灵都打不过他。所以他尝试过和一些神交手之后呢，觉得自己还真有2下子，所以他就傲慢到了说，应该玉皇大帝他也能打过，我应该做玉皇大帝，我把玉皇大帝也赶下台来。这是一个极度傲慢的心所以用慈悲去给他讲道理，去照顾他是没有用的。那佛祖的智慧应该叫因材施教。悟空此时这般魔心升起，有如疯子一般，所以是听不进丝毫的道理的，只能以暴制暴，用猛烈的方法先将他镇压住，等他冷静下来之后再慢慢教化。同时这种压到大山之下的方法也是一种教化的方法。这个五行山呢是对治他的肉体，这个6字真言呢，这个咒语呢是对治他的内心。这种内心之中的狂野、狂躁不安骄傲自大，这种狂妄的怒火，只有用6字真言来镇压住。可能6字真言贴在山顶之上，悟空的心就没有那个狂妄自大和造反的心了，可能就平静下来了。所以这个五行山和6字真言合二为一，有管身体的，有管精神的，这样他就安安静静的压在山下，也是倒是挺好的一个修行的机会呀。孙悟空本领非常高强，能上天入地，为什么他总是惹是生非，没什么成就呢？我就是总结性的他太年轻了，
太年轻，其实没有经历过什么人生的跌宕起伏哈，只是说有幸他就是很年轻就想着去学点什么啊，可是呢一学呢就找到了好的师傅，一下就学会了，哎，学会一下就傲慢了，一傲慢就惹出这么多是非来。所以我总结一下呢，就是作为人来说哈，大概有4种情况。那么第一种呢，就是无德无能。那结果会怎样呢？就是无德无能，就草木一生，就非常普通平淡的人生。因为这2项都没有的话，比如说能力，至少能让你解决吃饭、工作的问题，对不对？那你又没德又没能力，所以你的工作方式只能可能是也挺惨不忍睹的，就是吃了今天没明天的感觉啊，他一生没什么成就。那么第2种呢，就有点像孙悟空了哈，就是有能无德，就是无限罪过啊。尤其是对于孙悟空来说，他可能做了很多他其实没有好坏事物的这个分别心，他看不懂，就是反而其实哈，我们在人生在世的话，通常吸引，尤其是青年人哈，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人来说呢，被吸引的都是些坏事。因为学做好事，比如你学做一个好的职业，比如说好好做一个木匠，一个裁缝，或者好好做一个律师，你要花出大量时间去刻苦的学习，对不对？你才可能学到，你至少要花几年功夫。那所以呢，心中没有志向的人呢，就是他不可能花出这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么一个辛苦的事情。但是像孙悟空呢，就是有机会得到了，但是他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德行。那么再有一种呢，反回来了，就是有德无能，就是有德无能，天下太平。他是有德行的，是一个慈悲善良的心肠的人，确实有德行，但是没能力。只要是有这份善心德行的话呢，他有一个美好的期望，就天下太平，一切都是好的。但是这种人当中分2种层次。那第一种呢，就是平静的还算美好的人生，因为他不惹是生非嘛，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但是呢，当你这个德行达到相当一个高度的时候呢，它就产生有了那种神奇性了。这个神奇性就是会吸引有能力的人来协助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你像在三国时期刘备那样，说是人品挺好的，就有这种一个有点德行的这种名分的时候，就会引得了你看这个关羽、张飞、诸葛亮啊、赵云等这些名师名士来帮忙他。那所以论打仗，论这个武功，其实刘备非常一般，论智商呢也一般，但是说有点德行的这个名分，就做成这么大的事业，是吧？就是有德无能者，但是最后会吸引的一些有能力的人啊，来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这是第3种哈。第4种是有德有能，开疆扩土啊，或者叫事业丰隆，是这样的人生。你要有德行有能力啊，就是你有这么多的智慧，有这么高的武功啊，有这么高的修养，你本身看世界是不一样的啊，你可能看得更高远、更博大、更实用、更好。那有德有能的人，如果他的境界高的话，就可能是利益众生，比如成为一个好皇帝，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爱民的总统，说不打仗，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把社会治安啊待遇都做好的啊，这都是能力的表现的。所以有德有能的人呢，他的事业将是无限的。像悟空这个行为呢，我觉得特别像我们青年人哈，刚刚找工作或初入职场的那种感觉。但是悟空呢，就是他这上头的故事中的他的这个优越点在哪里呢？他为什么那么傲慢？他有能力啊，
有些武功和变化是吧？就是他像魔术一般的武功这一般的神仙都打不过他，人更打不过他，一般的魔王混黑社会的也打不过他。所以有这些能力的时候，他当然就有傲慢了。所以这就是傲慢的资本。当有了这个傲慢资本，你看这个玉皇大帝给他官做，他不好好做，他觉得再次请他的时候说，玉皇大帝这是怕了我，是吧？看蟠桃园监守自盗，走错屋之后见啥拿啥，这就小偷。你说这个他的这个形象呢，自己期望的自己是齐天大圣，比玉皇大帝还大，就是统领宇宙的大神，是不是啊？可是这个大神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老鼠做的事，小偷小摸，还监守自盗。说这两个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个差别你自己觉得心比天高，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可是我干的事儿就是民间一个小偷干的事情，是吧？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呢？有这么大的落差，就是你的修养几乎就没有，太缺乏修养了。那么这个坏处是呢，有这么心比天高的傲慢之心虽然他都有能力，但是最后惹是生非，伤害到每一个人上到天下到地都得罪了，连地狱都得罪了。你看他到地狱改生死簿是吧，都得罪完了，最后他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那个死耗子，就变成这样的无路可走的呀。所以最后佛来了，把他压在大山下。说佛就能压住他，我提醒大家世间这个道非常的奇妙。在我研究中国哲学之中的组成道的两个成分，就是阴和阳。阴和阳没有固有的模式，比如我手心手背就是阴阳，我前胸后背就是阴阳，我的内和外的差异就是阴阳，还有阴影阳面是阳面，有阴影的面就是阴面。对手好事和坏事也是这么大，所以能力这么强，这个世界间就有一个专修理你这个能力强的那样一个高人和那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来对付你的，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做的。所以中国人画这个道当中那个符号就是一个圆的，中间画了个阴阳鱼，真阴阳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混到一起分不清的比如说你的贪心有多大，你的灾难就有多大，你的那种恶行有多大，对付你的那个正气就有多高，甚至比你更高。就像佛祖收孙猴子一样，是吧？举手之间把他压到五指山下，就是刹那间的功夫。所以他不是他的对手，而是你是一个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个小人物而已。永远都有比你高的人，永远都有比你强的人，永远都有跟你作对的人。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绝对的成功者。如果没有能力，像我们刚才讲的4种人是吧？你德行你也不懂，你也没修养，但是你又没能力。我都见过没有能力还很傲慢的孩子，什么都不会，说长大做什么，说就做总统，倒确实有伟大理想，但是他的行为和理想之间，我们觉得是不可能能成就，因为他什么都不学，就是没有知识。人是因为有知识才变得这个智慧，有智慧才能成就大一点的事业。当我什么都不学，我就没有智慧，能成就什么事呢？那么第二种就是有点能力，像孙悟空一样，我有能力了。孙悟空能力不小他整个和这个对手比武起来的话，他挺强的现在来说也是个世界冠军比如拳击冠军。就是这个也会失败，因为他无德，没有德行，他就不知道用体谅他人，理解对方，不懂得换位思考，所以就是只管是满足自己那个虚伪的心伤害的心，还有不可一世的想法。所以就是有能力无德行的孙悟空，还有所有的孙悟空们也都要小心。就是比如说
在当代人来说哈，比如说我都读的是非常知名的大学，我又是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但是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优秀的青年学生，到企业之后很快就被辞下来，要么很快他就辞职不干了。为啥呢？傲慢呢。我是名牌大学的，比如说当代来说，我是哈佛毕业的博士生。那问问你的企业老板呢，是一个不知名的学校，甚至没上过大学，完了给老板傲慢起来了，他经常批评和指挥老板。那这种傲慢的心呢，那你想他会好好工作吗？我瞧不起老板，瞧不起这个企业，我能好好为这个企业做贡献吗？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很快被辞走。所以最后呢，在社会上找工作的时候啊，很多学历特别高的人，很多老板都害怕招聘他，就是最后变成叫华而不实。说不是他的知识不好，是这个人的心理的境界太低，就是叫做有学历而无人品、无修养，所以他就很难用。所以当我们就是有点小小背景，有点小小的学习成就，甚至是有些人走向这个职场之后可能一下赚了不少钱，也并不代表下一步的你还是成功的你。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很聪明、很能干，几乎大家都确认为是一种天才级的学生，入职场10年，也就是到35、38岁左右的时候，已经有点成就了，有的发了财有的被大公司高薪录用，又有权利又有能力，都是很好。但这个都不能决定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只是叫初步享受了一点成功。到你的一生都是成功的，这才是真成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认识很多位，还有很多求教于我的，曾经成功赚了很多钱，但是接下来他又把他赚的钱给赔光了，或者叫人给骗光了，还要让自己给消耗光了，还有男人被女人们给骗光了，都有。这叫命比纸薄。所以我提醒一些，或者我的感言吧，如果将来想发财的人，真正能守得住家业，并且能创造财富，还能留住财富，这样的人除了有你的高智商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高尚的德行。光这2项还不够，也许你的人生没办法成就第3种让你成功的内容，就你的人生实实在在感受到过贫穷的痛苦折磨，你真正的贫穷过，你才会爱护你的钱财，而且你绝对爱护你亲手用血汗赚来的每一分钱。所以你不会乱投资，你不会乱上当，你不会乱花销，你才能守得住财。持久的成为富人才是真的富人，临时的成为富人那不叫富人。一个人要想获得大成就，还要学习吃很多苦，人吃得苦中苦，才方为人上人。对于苦的这个经验和磨砺，使人变得坚强、谨慎、认真，还有呢，就自我各种意念乃至欲望的控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稳妥的智慧的成功者。500年之后，谁来解救孙悟空呢？且听我下回分解。
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